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日本考虑用核潜艇对抗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据雅虎新闻日本版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引入核潜艇，以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强势的军事扩张。日本防卫省高官透露，计划与美英两国就核潜艇技术转让展开秘密谈判，目标在2030年代初实现首艘核潜艇服役。这一决策将彻底颠覆日本战后坚持70多年的非核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军事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相比1970年代因国内反核声浪而被迫搁置的核潜艇计划，如今的日本显然更加坚决。面对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的频繁活动，日本的焦虑感与日俱增，传统潜艇已无法满足远洋对抗需求。日本此举是否会引爆东亚新一轮军备竞赛？军事专家指出，日本拥核潜艇将彻底打破地区军事平衡，可能迫使韩国等邻国重新评估自身防务政策，东亚和平前景堪忧。2. Google Chrome 为数十亿用户集成 Gemini AI。据电子营销网报道，谷歌宣布将在 Chrome 浏览器中深度集成其最先进的 Gemini AI 技术。这一革命性更新将直接影响全球超过33亿 Chrome 用户的上网体验。新功能包括实时智能搜索、自动内容摘要、个性化推荐和多语言翻译等。首批功能已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推出，完整版本预计年底前全面部署。这是谷歌继 ChatGPT 冲击后的强力反击，意在重新夺回 AI 搜索领域的主导权。回顾 Chrome 2008年发布时仅有 1% 市场份额，如今已占据全球浏览器市场 65% 的统治地位。相比微软 AG 匆忙集成 ChatGPT 的仓促应对，谷歌此次整合显得更加从容和深思熟虑。这会重新定义互联网浏览体验吗？科技分析师认为，Gemini AI 的全面整合将使 Chrome 从简单浏览器进化为智能助手，可能彻底改变用户获取和处理网络信息的方式。3. 印度选定8家机构构建万亿参数 AI 模型。据马拉雅拉姆报报道，印度政府正式宣布选定包括印度理工学院和塔塔咨询服务在内的8家顶尖机构，共同开发印度首个万亿参数级别的大型 AI 模型 Bharat GPT。该项目总投资达50亿美元，目标在2026年推出能与 GPT-4 抗衡的本土 AI 系统。这标志着印度在 AI 领域从追随者向挑战者的雄心转变。相比2019年，印度 AI 投资仅为7.6亿美元的窘境，如今的大手笔投入显示出莫迪政府的坚定决心。面对中美在 AI 领域的激烈竞争，印度显然不甘落后，试图在这场关键技术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印度能否在 AI 竞赛中实现弯道超车？技术专家表示，印度拥有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成本优势，但在芯片制造和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成功与否将考验其整合能力。4. 乌克兰推进与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安全保障谈判。据乌克兰商业电视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0日在基辅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双方就乌克兰加入北约前的过渡期安全保障进行深入磋商。乌方提出希望获得类似以色列的准盟友地位，享受长期军事援助和安全承诺。欧盟外交代表团同期表态支持为乌克兰提供铁穹式防御体系，这是乌克兰在反攻受挫后寻求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努力。相比2022年战争初期乌克兰孤军奋战的绝境，如今西方的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北约内部对乌克兰入盟时机仍存在严重分歧，西方的安全承诺能否真正保障乌克兰未来？国际安全专家认为，缺乏正式条约约束的安全保障往往脆弱不堪。乌克兰的真正安全仍取决于战场态势和大国博弈的最终结果。5. 实验是培育有意识的脑类器官的伦理考量。据生命科学网报道，随着科学家成功培育出具有类似人脑神经网络结构的脑类器官，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正就这些迷你大脑可能产生意识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最新研究显示，这些直径仅4毫米的脑类器官已能产生类似新生儿的脑电波活动，部分样本甚至对光刺激产生反应。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警告，如果这些器官真的具备某种形式的意识，那么当前的实验可能构成伦理违规。相比2013年首次培育出简单脑类器官时的兴奋，如今科学界的态度变得极为谨慎。这些大脑在培养皿中的存在，让人类首次面临是否在无意中创造了能够感受痛苦的生命体这一道德难题。我们是否正在跨越不该跨越的伦理红线？生物伦理学家认为，必须立即制定严格的监管框架，防止科学研究沦为现代版的弗兰肯斯坦实验，威胁人类道德底线。6. OpenAI 计划未来5年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备份服务器。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宣布，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构建全球最大的 AI 计算基础设施网络，其中备份服务器投资占比超过 60%。该计划包括在全球15个国家建立超算中心，确保 ChatGPT 等 AI 服务永不宕机。这一天文数字的投资规模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年度 GDP， 彰显出 OpenAI 对 AI 霸主地位的绝对野心。相比2019年微软仅投资10亿美元时的谨慎试水，如今的千亿豪赌显示 AI 军备竞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谷歌、Meta 等科技巨头的激烈竞争， OpenAI 显然要用绝对的算力优势来巩固领先地位，哪怕代价是烧光所有融资。这是明智投资还是疯狂赌博？科技产业分析师指出，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虽然风险巨大，但一旦成功，将为 OpenAI 构建起几乎不可撼动的技术护城河。7. 特朗普政府请求最高法院允许禁止在护照上使用 X 性别标记。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特朗普政府司法部9月20日正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推翻拜登政府允许在护照上使用 X 性别标记的政策。该请愿书声称，承认第三性别违反了生物学常识和传统家庭价值观，要求恢复仅限男性和女性的2元性别选项。这一举措将直接影响全美约130万跨性别者或非2元性别认同者的权利。特朗普团队表示，此举是兑现竞选承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重要步骤。相比2021年拜登政府开创性的承认性别多元化，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在 LGBTQ 加权利问题上的撕裂再次暴露无遗，这会重新点燃美国的文化战争吗？法律专家认为，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将成为美国性别认同权利发展的分水岭，其影响将远超护照政策本身。8. Neuralink 开始对将思想转化为文本的大脑植入物进行人体试验。据观察家报报道，埃隆·马斯克的 Neuralink 公司9月21日宣布启动第2阶段人体临床试验，测试能够直接将大脑思维转化为文字的革命性植入设备。首批6名瘫痪患者已成功植入芯片，其中1名患者仅通过意念就能以每分钟40个单词的速度进行文字输入，准确率高达 99.2%。这一突破性进展让科幻电影中的读心术成为现实。相比2016年马斯克首次提出脑机接口概念时的质疑声浪，如今的成功试验让批评者哑口无言。该技术不仅能帮助瘫痪患者重获交流能力，更可能彻底改变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方式。然而，直接读取人类思想的能力也引发了隐私和安全担忧。这是医学奇迹还是潘多拉魔盒？神经科学专家表示，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将重新定义人机关系，但必须建立严格的伦理规范，防止技术滥用。9. 天文学家观测到黑洞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据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报道，天文学家利用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一个距地球132亿光年的超大质量黑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吞噬周围物质。这个被命名为 J1120 加641秒的黑洞质量已达太阳的10亿倍，但每年仍在以相当于1000个太阳质量的惊人速度继续增长。研究团队震惊地发现，该黑洞的增长速度比理论预测快了100倍，完全颠覆了现有的黑洞演化模型。
相比2015年 LIGO 首次探测到黑洞合并时的兴奋，这次发现让科学家们更多是困惑和不安。如此快速增长的黑洞挑战了宇宙早期星系形成的基本理论，暗示可能存在全新的物理机制。宇宙中是否还隐藏着更多颠覆认知的秘密？宇宙物理学家认为，这一发现可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黑洞形成理论，甚至质疑对早期宇宙演化过程的基本理解。新型 GLP 胰药丸有望减轻体重。据合众国际社报道，丹麦诺和诺德公司9月20日公布其口服版 GLP-1 减肥药物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患者平均减重达 15.1%， 效果几乎媲美现有的注射版本。这款名为口服司美格鲁肽的药片有望彻底改变全球减肥治疗市场，预计2025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目前注射版 GLP-1 药物如 Ozempic 售价高达每月$1000，且需要定期注射，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相比2017年首个 GLP-1 药物问世时仅被视为糖尿病辅助治疗，如今这类药物已成为好莱坞明星和硅谷精英追捧的神药。口服版本的推出将大大降低使用门槛，可能引发全球减肥药市场的新一轮爆发。这会让减肥变得像吃维生素一样简单吗？医疗分析师预测，口服 GLP-1 药物的普及将创造出1000亿美元级的市场，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对身材焦虑和药物依赖的担忧。基斯凯洛格建议乌克兰集中精力收复领土，承认俄罗斯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实际控制。据乌克兰商业电视台报道，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基斯凯洛格9月21日在华盛顿智库发表讲话，建议乌克兰务实地承认俄罗斯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收复其他被占领土。凯洛格强调，持续的消耗战对乌克兰极为不利，应该寻求体面的妥协，以避免更大损失。这一表态与乌克兰政府坚持收复全部领土的立场形成尖锐对立。基辅方面立即发声明予以强烈反驳。相比2022年战争初期西方对乌克兰完全胜利的乐观预期，如今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谈论妥协和让步。凯洛格的建议被视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后对乌政策的风向标，这是现实主义还是对侵略者的纵容？国际关系专家指出，美国对乌政策的潜在转变可能迫使欧洲重新评估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投入和期待。Meta 亿万富翁 Alexander Wang 鼓励年轻人通过分为编码学习人工智能。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Meta 公司 AI 研究负责人27岁的亿万富翁 Alexander Wang 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提出分为编码概念，鼓励年轻人通过沉浸式环境学习 AI 编程，而非传统的死记硬背。Wang 建议学生们在咖啡厅、音乐节甚至夜店等轻松环境中编写 AI 代码，认为这种边玩边学的方式能激发更多创造力。他分享自己19岁创立 Scale AI 公司的经历，强调年轻人学习 AI 应该像刷抖音一样自然。这位 MIT 辍学生的成功故事再次证明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相比老一辈程序员在实验室里苦心钻研的严肃氛围， Z 世代显然更喜欢这种随性而富有创意的学习方式。分为编码是教育革新还是哗众取宠？教育科技专家认为，虽然学习环境的多样化值得鼓励，但 AI 技术的复杂性仍需要扎实的基础训练，不能完全依赖氛围。世界通过首个保护国际水域的条约。据新报报道，联合国9月20日正式宣布国际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条约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专门保护公海生态系统的国际法律框架。该条约要求各国在2030年前将 30% 的国际水域设为海洋保护区，严格限制深海采矿和工业捕鱼活动。目前已有68个国家正式批准该条约，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主要成员国等海洋大国。这标志着占地球表面积 64% 的公海区域终于获得法律保护。相比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仅规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权利，此次条约填补了国际水域治理的巨大空白。然而，日本、挪威等传统捕鱼大国仍拒绝签署，声称条约将严重冲击其渔业经济。
人类能否真正拯救濒临崩溃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学家表示，条约生效虽然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执行力度，没有强制约束机制的国际法往往沦为一纸空文。14. 澳大利亚计划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这给阿尔巴尼斯总理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带来了麻烦。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1日确认，澳大利亚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成为第145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成员国。这一决定让原定于9月25日举行的澳美首脑会晤蒙上阴影。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私下表达严重关切。阿尔巴尼斯强调，澳大利亚的决定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考量，不会因美国压力而改变立场。相比前任总理莫里森时期澳美关系的蜜月期，如今两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澳大利亚此举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与以色列的外交紧张关系，后者已召回驻堪培拉大使表示抗议。这会重塑澳美同盟的未来走向吗？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在巴以问题上与美国的公开分歧，反映出其寻求更加独立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15.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 1.5 摄氏度升温限制面临崩溃。据瑞士广播电视台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20日在纽约气候峰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称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巴黎协定目标正在崩溃边缘。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已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48摄氏度，逼近临界线。古特雷斯指责主要排放国言行不一，化石燃料使用量不降反升。他特别点名美国、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称其减排承诺形同虚设。相比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时的雄心壮志，如今各国的实际行动令人大失所望。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持续上升的现实，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窗口期急剧收窄。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人类文明的转折点？气候科学家警告，一旦突破 1.5 摄氏度临界点，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届时任何减排努力都将无济于事。16. 美国拒发签证后，联合国大会授予巴勒斯坦更多参与权。据黎明报报道，联合国大会9月20日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在联合国享有更多参与权利，包括在大会发言、提交提案和参与部分投票等特权。这一决定是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的直接回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称，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威胁重新评估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相比1974年巴勒斯坦首次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时的历史性突破，此次权力扩大更具象征意义。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与美国的孤立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华盛顿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困境。这是否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国际法专家认为，联合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集体反制，标志着多边主义正在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7. 特朗普政府限制哈佛大学的联邦资助。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特朗普政府教育部9月21日宣布暂停对哈佛大学价值4.8亿美元的联邦科研资助，理由是该校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处理不当。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在声明中指责哈佛大学允许反以色列抗议活动在校园内蔓延，违反了民权法第6章关于种族歧视的规定。哈佛校长克劳迪亚·盖伊立即发声明反驳，称政府此举是对学术自由的政治迫害。这是自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因政治立场问题大规模削减顶尖大学资助。相比二战后联邦政府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如今政学关系的恶化令人担忧。其他常春藤盟校纷纷表态支持哈佛，警告这将开创危险先例。学术独立能否抵御政治干预？高等教育专家认为，政府以政治立场为由削减学术资助，将严重损害美国大学的国际声誉和科研竞争力。18. 印度将印度河水引流至德里、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
巴基斯坦指责印度因暂停印度核水条约而将水资源武器化。据印度 News 18报道，印度水资源部长9月20日宣布启动总投资870亿美元的印度河水资源重新配置项目，将印度河上游水源大量引流至德里、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等缺水地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立即发表声明，指控印度公然违反1960年印度河水条约，将水资源武器化。该条约规定，印度河下游3条支流的水权归巴基斯坦所有，但印度单方面宣布条约已不适应现代需求。相比1960年条约签署时两国的合作精神，如今印巴关系已恶化至历史最低点。巴基斯坦农业部警告，如果印度继续节流，将导致巴基斯坦2500万农民面临灾难性后果。这是发展需要还是恶意报复？水资源专家指出，印度的单边行动可能引发南亚地区严重的水资源冲突，甚至成为未来战争的导火索。19. 五角大楼要求记者承诺不报道未经授权的信息。据截止日期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9月21日向所有获得五角大楼采访许可的记者发出新的信息安全承诺书，要求记者签字承诺不会报道任何未经国防部事先授权的军事信息。该承诺书涵盖范围极广，包括军事行动细节、武器装备性能、人员部署等敏感信息。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记者拒绝签署，称这是对新闻自由的前所未有的践踏。五角大楼发言人辩解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敌对势力获取机密信息。相比冷战时期政府与媒体的相互制衡，如今军方对新闻界的控制欲望明显增强，多家媒体威胁将诉诸法庭挑战这一规定。美国新闻自由正在走向终结吗？新闻自由倡导者警告，五角大楼的做法开创了危险先例，可能鼓励其他政府部门效仿，最终摧毁美国媒体监督的传统。20.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期间，波兰紧急出动战斗机。据荷兰国际新闻报道，俄罗斯9月21日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期间，波兰空军紧急出动12架 F-16战斗机升空拦截，以防俄导弹误入波兰领空。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恰克确认，有3枚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在距离波兰边境仅8公里处爆炸，碎片散落在波兰境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随即发表声明，警告任何对北约成员国的攻击都将触发第5条集体防务条款。相比2022年11月波兰村庄遭乌克兰防空导弹误击时的克制反应，此次波兰的强硬态度显示其耐心已接近极限。俄罗斯外交部否认导弹越界，声称这是西方的挑衅指控。第3次世界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军事分析师认为，随着俄乌冲突升级，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21. 特朗普威胁广播公司效仿全球独裁者的伎俩。美国因经济压力面临言论自由担忧。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9月20日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要撤销 CBS、NBC 等主流媒体的广播执照，指控这些机构故意传播假新闻，误导美国民众。特朗普团队表示，一旦重新执政，将彻底整顿媒体行业，效仿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媒体管控模式。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惠勒警告，这种做法与土耳其埃尔多安、俄罗斯普京等独裁者的手段如出一辙。多家新闻机构股价应声下跌，广告商开始重新评估投放策略。相比美国建国以来对新闻自由的坚定保护，特朗普的威胁标志着民主制度的严重倒退。华盛顿邮报社论警告，美国正在滑向威权主义深渊。美国民主的基石正在松动吗？宪法学者指出，虽然总统无权直接撤销媒体执照，但持续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威胁足以让新闻机构自我审查，这正是独裁者的真正目的。22. 俄罗斯利用网络水军、威胁和贿选手段干预摩尔多瓦选举。据瑞典日报报道，摩尔多瓦情报机构9月21日公布调查结果，确认俄罗斯正通过多种手段大规模干预该国总统选举和欧盟公投。证据显示，俄罗斯在社交媒体投放了超过10万个虚假账号，
传播反欧盟宣传内容，并向亲俄候选人提供总计1500万美元的秘密资助。更令人震惊的是，俄罗斯特工还对支持加入欧盟的活动人士进行死亡威胁和人身恐吓。摩尔多瓦总统桑杜谴责这是对民主的无耻践踏，要求欧盟提供紧急援助。相比2016年美国大选时俄罗斯干预的隐蔽手段，此次在摩尔多瓦的行动可谓明目张胆，不加掩饰。小国民主能否抵御大国霸凌？欧洲安全专家认为，摩尔多瓦案例展现了俄罗斯干预选举手段的全面升级，其他欧洲小国也面临类似威胁。23，美国宇航局升空激光通信实验超额完成目标，为未来火星任务提供助力。据 IT 之家报道，美国宇航局9月20日宣布，其升空光通信实验 DSAC 在距地球1.6亿公里的升空中成功实现25 Mbps 的激光数据传输，比预设目标高出400%。该技术通过激光脉冲在地球与深空探测器之间建立高速通信链路，数据传输速度比传统射频通信快100倍。实验中，位于加州帕洛马天文台的地面站成功接收了来自新里号小行星探测器的高清视频和科学数据。这一突破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宇航员将能够与地球进行近乎实时的高清视频通话。相比1960年代阿波罗任务时断断续续的语音通信，激光通信技术将彻底改变深空探索的信息传输方式。人类离火星殖民又近了一步吗？航天技术专家表示，激光通信技术的成功将使未来火星任务的科学价值和安全保障大幅提升，但仍需解决恶劣天气对激光传输的干扰问题。24，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据葡萄牙公报报道，就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计划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的前夜，俄罗斯9月21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袭击。超过200架见证者-136秒无人机和80枚各型导弹同时袭击了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等15个城市，造成至少43名平民死亡。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指责俄罗斯此举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吓，旨在向特朗普展示军事实力。特朗普竞选团队随即发表声明，称这证明了拜登的软弱外交政策已彻底失败。相比2022年战争初期俄军的精确打击，如今无差别攻击平民目标的做法显示战争性质的恶化。普京是在测试特朗普的底线吗？冲突分析专家认为，俄罗斯选择在美乌首脑会晤前发动大规模袭击，明显带有政治计算，意图影响美国对乌政策走向。25，乌克兰组建具备无人机能力的新突击部队。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9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第47独立无人机突击旅，这是全球首支完全依托无人机作战的正规军事单位。该部队配备5000架各型无人机，包括攻击型、侦察型和运输型，能够执行深度打击、战场监控和后勤支援等全方位任务。旅长谢尔盖科瓦尔丘克透露，新部队将采用蜂群战术，通过数百架无人机协同作战压制俄军防空系统，这标志着现代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传统坦克和火炮的主导地位正被无人机取代。相比战争初期乌克兰军队装备落后的窘境，如今的技术革新令人瞩目。无人机是否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战争？军事战略专家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创新将成为全球军事变革的催化剂，各国都将被迫重新思考未来战争的作战模式。26，天文学家在爱因斯坦十字星中发现第5张图像，暗示暗物质晕。据 YN 新闻报道，国际天文学家团队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在著名的爱因斯坦十字星引力透镜系统中发现了第5张背景类星体图像。这一发现为暗物质存在提供了迄今最直接的证据。爱因斯坦十字星原本显示为4个对称排列的类星体图像，新发现的第5张图像位于中央位置，亮度仅为其他图像的1/1000。理论计算表明，只有存在大量看不见的暗物质，才能产生如此复杂的引力透镜效应。这一发现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精确性。
同时，为暗物质占宇宙总质量85%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支持。相比1979年首次发现引力透镜现象时的震惊，如今科学家更关注其揭示的宇宙深层秘密。我们距离揭开暗物质谜团还有多远？宇宙物理学家表示，这一发现可能开启暗物质研究的新篇章，但要真正理解暗物质本质，仍需要更多突破性观测。27，特朗普试图从 TikTok 与中国的协议中获取个人利益。据纽约客杂志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及其商业伙伴正在秘密谋划从 TikTok 出售协议中获取巨额个人利益，预计收益可达50亿美元。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团队已与多家投资公司接触，商讨成立专门收购基金参与 TikTok 交易。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同时向中方暗示，如果中国在其他商业项目上给予合作，他可能重新考虑 TikTok 禁令。这种公然利用总统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引发国会两党强烈抗议。相比华盛顿建国先贤们设立的利益冲突防火墙，特朗普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的厚颜无耻。华尔街日报社论称，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丑陋的腐败案例。美国政治道德底线已经消失了吗？政治伦理专家指出，特朗普将国家安全决策与个人商业利益直接挂钩，这种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职权滥用，可能面临刑事指控。28，美国减少波罗的海安全援助，敦促欧洲增加防御。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国防部9月20日宣布将大幅削减对波罗的海3国的军事援助。2025年援助金额将从目前的12亿美元降至3亿美元，降幅高达 75%。五角大楼发言人强调，此举是为了敦促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不能无限期的充当欧洲保护伞。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紧急致电拜登表达关切，担心这将向俄罗斯发出错误信号。立陶宛国防部长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在最关键时刻抛弃盟友。相比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的大规模驻军，如今的战略收缩反映出其全球霸权的相对衰落。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欧洲安全专家担忧，美国援助削减将迫使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威胁面前更加脆弱，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29，泽连斯基将在纽约与特朗普讨论安全保障问题。据乌克兰商业电视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1日确认将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重点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架构问题。泽连斯基透露，他将向特朗普详细介绍胜利计划，寻求美国对乌克兰长期军事援助的承诺。特朗普阵营此前多次暗示上台后将迅速结束乌克兰冲突，但具体方案一直语焉不详。此次会晤被视为测试特朗普真实对乌政策的关键时刻。相比2019年两人因电话门丑闻闹得不欢而散，如今双方都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信任关系。泽连斯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这位交易艺术大师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不是与普京达成损害乌克兰利益的妥协。这次会晤会改变乌克兰战争走向吗？国际关系专家认为，泽连斯基必须向特朗普证明继续援助乌克兰符合美国利益，否则可能面临援助断流的灾难性后果。30，欧洲领导人提议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要求其承诺打击俄罗斯。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9月20日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商讨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具体条件。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将要求乌克兰承诺在获得安全保障后，继续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持续削弱俄罗斯战争能力。这一苛刻条件实际上要求乌克兰成为欧洲对抗俄罗斯的永久前哨。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支持，但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强烈反对，称这将把欧洲拖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相比战争初期欧洲对直接参与冲突的谨慎态度，如今的激进立场显示欧俄关系已彻底破裂。欧洲是在帮助乌克兰还是利用乌克兰？欧洲政治分析师指出，欧盟的条件实际上将乌克兰绑定为对抗俄罗斯的永久工具，这可能使乌克兰永远无法获得真正和平。31，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巴克塞克斯顿讨论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和中国的领先地位。据马尼拉时报报道，前中央情报局亚太事务负责人巴克塞克斯顿9月21日在智库演讲中警告，中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已取得决定性领先优势。美国正面临 AI 版珍珠港袭击的威胁。塞克斯顿透露，中国军方已部署超过10万台 AI 驱动的自主武器系统，包括能够独立识别并攻击目标的无人机群。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量子计算与 AI 结合技术可能在5年内破解美军所有加密通信。他批评美国在 AI 军备竞赛中的官僚主义和资金分散问题，称硅谷的创新速度远不及中国军工复合体的整合效率。相比冷战时期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公开对抗， AI 竞赛的隐蔽性使威胁更加难以察觉。美国已经输掉了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竞赛吗？国防科技专家认为， AI 军备竞赛的胜负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军事平衡。美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才能挽回劣势。32. 美国暂停向盟友出售爱国者导弹，影响乌克兰国防。据印度时代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9月20日突然宣布暂停向所有盟友出售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理由是需要重新评估出口政策和技术保密等级。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乌克兰、波兰、韩国等多个关键盟友的防空能力建设计划。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紧急致电美国防长奥斯汀，称此举将严重削弱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导弹袭击的能力。韩国政府也表达强烈不满，担心这会影响其应对朝鲜威胁的准备。消息人士透露，暂停决定与中国成功拦截爱国者导弹的情报有关。五角大楼担心技术泄露。相比过去几十年美国武器出口的慷慨政策，如今的谨慎态度反映出技术优势的焦虑。美国正在失去军事技术霸权吗？军事贸易专家分析，美国武器出口政策的收紧将推动盟友寻求替代供应商，可能削弱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盟友关系。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33. 中国禁用英伟达芯片，表明对国产芯片充满信心。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21日正式发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芯片采购指导意见，全面禁止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采购英伟达、AMD 等美国芯片，转而强制使用华为、升腾、寒武纪等国产芯片。这一决定将影响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芯片市场。中国科技部长王志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自信表示，中国芯片技术已完全具备替代美国产品的能力。英伟达股价应声暴跌 12%，CEO 黄仁勋紧急飞往华盛顿寻求政府支持。相比2018年中兴通讯被美国芯片禁令几乎击垮的惨状，如今中国的强硬反击显示其技术实力的巨大飞跃，这标志着全球芯片产业去美化进程的历史性加速。中美科技脱钩已经不可逆转了吗？半导体产业专家认为，中国芯片禁令将重塑全球 AI 产业格局，美国科技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技术质量差距仍需时间验证。34. 伊朗威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应对可能的联合国制裁。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9月20日在维也纳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伊朗将立即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驱逐所有国际核查人员。萨利希声称，伊朗已掌握 90% 浓度铀浓缩技术，距离制造核武器仅一步之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紧急召集理事会会议，警告中东正面临核扩散灾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威胁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相比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时的合作氛围，如今的剑拔弩张让人想起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时刻。中东核战争一触即发了吗？核安全专家警告，伊朗的核威胁可能引发中东军备竞赛。沙特、土耳其等国也可能启动核武器项目，地区和平前景堪忧。35. 美国政府对 H-1B 签证征收10万美元年费，影响科技公司和印度专业人士。
据瑞士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9日签署行政令，大幅改革 H-1B 签证项目，要求申请人缴纳每年10万美元费用。该政策已于9月21日凌晨正式生效。这一政策将直接影响85万 H-1B 签证持有者，其中70%为印度裔专业人士。谷歌、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联合发声抗议，称此举将导致人才大规模外流和创新能力严重受损。印度政府召见美国驻印大使，表达强烈不满，威胁对美国 IT 服务企业实施报复性措施。相比美国历来标榜的人才磁石形象，如今的排外政策让硅谷的国际化优势岌岌可危。白宫随后澄清，该费用仅适用于新申请的签证，不适用于已持有 H-1B 签证或正在办理续签的人员。美国正在自毁创新根基吗？移民政策专家指出，天价签证费将加速全球科技人才向其他国家流动，美国可能失去在 AI 和高科技领域的人才优势。